欧洲人酷爱面包，但是糖尿病发病率却很低。两个原因或是答案。李阿姨退休后迷上了烘焙，常常在家里做各种面包。她听说欧洲人特别喜欢吃面包，于是也想学着做一些欧洲的传统面包来尝尝。一天，她在社区活动中心遇到了老同学张大爷。聊到面包时，李阿姨突然有些疑惑。欧洲人吃这么多面包，按理说糖分和碳水化合物应该不少，可为什么他们的糖尿病发病率反而比我们低呢？张大爷也有些不解。是啊，我们这边很多老年人都因为糖尿病得控制饮食，不能多吃面食。难道欧洲的面包跟我们不一样，还是他们有什么特别的生活习惯？这时，旁边的孙医生听到他们的对话，笑着插话：这个问题可有意思了。其实欧洲人爱吃面包，但他们的糖尿病发病率相对较低，这背后有几个原因呢？你们猜一猜，究竟是因为他们的面包有什么不同，还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原因一：发酵工艺的差价。面包不仅是欧洲人的心头好，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，面包背后藏着慢发酵这个秘密武器。所谓慢发酵，指的是利用天然酵母长时间发酵的过程。你可能会问，发酵有什么讲究？其实区别可大了。咱们平时吃的面包大多是用快速发酵的方式做的，比如用酵母粉几个小时就搞定。这种快速发酵虽然效率高，但对身体可没那么友好。慢发酵听起来复杂，实际上它给面包带来的好处可不仅仅是口感。不管是米饭、面条还是面包，吃下去之后都变成糖。而糖，大家都知道，吃多了容易升高血糖，对胰岛素的刺激也大。时间长了，这就容易引发糖尿病。可慢发酵工艺能让面包不那么甜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慢发酵时间长，它会改变面粉中的碳水化合物分子结构。简单来说，吃这种面包后，血糖上升的更慢。这对我们的身体可太友好了，因为它不会让血糖像坐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，胰岛素的压力也就小多了。想象一下，吃了快发酵的面包，血糖蹭蹭往上飙，而慢发酵面包就像一辆慢悠悠的列车，让血糖稳稳的往上走，一线可以轻松应对。还有一点，慢发酵工艺通常会用到天然酵母。天然酵母跟普通的酵母粉可不一样，它里面含有的益生菌对我们的肠道健康很有好处。吃了慢发酵面包，不仅有助于血糖控制，还能改善肠道环境，简直是一举两得。另外，慢发酵面包还有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就是它的饱腹感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吃一般的白面包很快就饿了？这就是因为快速发酵的面包碳水化合物消化的太快，血糖升得快，饿得也快。但慢发酵面包不同，它能让人吃了以后觉得顶饿，而且吃的还不多。这对那些想控制体重又不想饿肚子的人来说，简直是个福音。其实，欧洲人爱吃的那些传统面包，像法棍、德式黑面包，都是慢发酵的产物。它们虽然外观看起来有点硬，甚至没我们平时吃的白面包那么柔软，但营养价值可是高出不少。吃这种面包不仅能解馋，还能控制血糖和体重，难怪欧洲人的糖尿病发病率低。说到底，慢发酵不仅仅是给面包增添了风味，更是通过调节食物的消化吸收方式，帮助我们更好的控制血糖。这也是为什么欧洲人即使天天吃面包，却很少听说他们得糖尿病的原因之一。所以，不管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口感，多关注一下慢发酵的面包，绝对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原因二：饮食习惯的差异。说到吃，很多人最在意的就是口感和满足感，但其实怎么吃，吃什么比吃多少还重要，尤其是对于血糖控制。碳水化合物、蛋白质、脂肪这三大营养素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中缺一不可。如果吃的不均衡，比如光吃米饭面条，或者偏爱油炸食品，血糖就会变得难以控制。在欧洲，大家吃面包从不单单只吃面包，他们更喜欢搭配奶酪、瘦肉、鱼类、蔬菜沙拉等食物一起吃。这样做的好处显而易见，面包中的碳水化合物和其他高蛋白、高纤维的食物一起消化吸收，能够延缓血糖的上升速度。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在这方面起了关键作用，它们让胃里的食物停留时间更长，
血糖不会一下子飙升，身体处理起来也更从容。相比之下，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往往存在一些不太健康的习惯，主食偏精米白面，肉类多是高油高盐的红肉，蔬菜的量常常不够，这样一来，膳食纤维摄入不足，身体只能快速消化掉碳水化合物，结果就是血糖升得特别快。更别提甜点、饮料这些高糖食物，它们直接让血糖飙升。欧洲人搭配食物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，比如吃一片面包的时候，可以加些奶酪或瘦火腿，甚至一小份沙拉，这样既有碳水化合物，也有蛋白质和纤维，身体消化的慢，血糖也升得慢。而且蛋白质和健康的脂肪还能带来更长时间的饱腹感，让你不那么容易饿，也就不会老想着再吃点零食。说到零食，很多人习惯在2餐之间吃点饼干、蛋糕之类的，但这些食物通常含糖量高，会让血糖突然上升。其实可以试试用坚果、水果来代替，尤其是像苹果、杏仁这样的健康零食，它们不仅含有丰富的纤维和维生素，对血糖的影响也较小。通过合理搭配食物，让血糖保持在一个平稳的范围，不仅能减少糖尿病的风险，还能让你感觉更有活力。毕竟血糖稳了，身体才会感觉更轻松，精神也会更好。糖尿病预防，控制血糖不仅靠饮食，生活方式对预防糖尿病也起着关键作用。很多人以为只要少吃糖、少吃油就能避免糖尿病，但其实规律运动、良好的作息习惯、心理压力的管理同样重要。说到运动，很多人都会想到去健身房或者跑步机上挥汗如雨，但其实没必要搞得那么复杂。日常生活中融入一些轻运动就能带来不错的效果，比如每天坚持走路、骑自行车，甚至是在家做做简单的伸展运动，这些都能帮助提高新陈代谢。就像欧洲人，很多上班族每天都会步行去上班或者骑车通勤，不仅是为了环保，也为了身体健康。管理压力也是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一环。很多人因为工作、家庭压力大，精神长期处于紧绷状态，身体激素水平因此失调，血糖也会受到影响。每天留出一点时间给自己，无论是听听音乐、看看书，还是简单的闭目休息几分钟，都有助于缓解压力。吃动平衡、规律作息、减压防护、戒烟限酒，这些简单的生活习惯看似不起眼，却是预防糖尿病的有效方式。特别是对那些血糖已经偏高或者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来说，养成这些健康的生活方式，能够大大降低疾病风险。糖尿病的高发并不是不可逆的，关键是从现在开始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把预防工作做在前面，不给糖尿病钻空子的机会。我们能学到什么？健康不一定是远不可及的目标，尤其在糖尿病预防方面，其实很多关键点就在我们每天的饮食和生活习惯里。如果能从日常小事入手，做出一些简单的调整，身体自然会变得更健康，血糖也能得到有效控制。调整饮食首先要从主食入手。我们很多人习惯吃白米饭、白面条，觉得这是最普通的主食，但其实精米白面的血糖生成指数比较高，吃完很容易导致血糖迅速升高。如果想让血糖更平稳，可以试着把部分精米换成粗粮，比如糙米、燕麦、玉米、红薯。多吃蔬菜是另一个控制血糖的好办法。蔬菜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在肠胃中形成屏障，让碳水化合物的吸收速度变慢，血糖不会一下子飙升。特别是绿叶蔬菜，像菠菜、白菜，这些都是既营养又低糖的好选择。如果觉得光吃蔬菜有点单调，可以尝试做个蔬菜沙拉，加点橄榄油，既美味又健康。除了饮食，生活习惯的调整同样不可忽视。比如说，哪怕每天抽出半小时散散步，也比一整天坐着不动要好得多。运动能帮助身体消耗掉多余的糖分，减少血糖波动，尤其是在饭后进行适当的运动，效果会更加明显。很多人觉得运动必须是大汗淋漓的剧烈运动，其实日常的轻运动，比如慢走、骑车，都能带来很好的效果。所以，别再觉得健康离你很远，也别总想着要做什么大改变才能避免糖尿病。其实，生活里的小小调整就能带来大大的不同。
多吃点粗粮，多动动腿，放慢吃饭的速度，甚至只是多喝点水，都是你向健康迈出的步伐。毕竟，健康不就是在这些每天的小选择中悄悄积累起来的吗？不需要苦行僧般的自律，也不必为自己偶尔的放纵太过担心。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平衡，让健康生活变得有趣、轻松，糖尿病自然就会离你远远的。